第21章回城后的凤城。牛车晃晃悠悠，终于在夕阳将落未落时穿过凤城东门。熟悉的城墙，熟悉的街声，熟悉的叫卖与人潮，一股脑涌进沈星宇眼里。那一瞬间，他心里原本绷了一整天的那根线总算松了一些。他靠在车板旁，望着城内来往的人影，低低吐出一口气。回来了。小燕坐在车尾，先是用力吸了一口气，随即满脸嫌弃地拍了拍自己衣袖上的灰。凤城的味道还是比较好，至少没有那个破庙的怪味，也没有云溪镇那股风吹进脑门里的感觉。苏问从车上跃下，随手拍去袖口的尘土，神色仍旧懒散，像只是出城转了一圈。白檀则更平静，脚一落地，整个人便像从未离开过凤城一样，连神情都没有多一丝起伏。可沈星宇知道自己不一样了。出去前，他对江湖的理解大多还停在刀、商、帮派和活命上。回来之后，他心里却多了另一层阴影，那种会从人心里下手，会把记忆和痛楚一点点挖空的东西。破庙里那双眼睛还压在他心底，那句你有好多痛也还像回音一样，时不时从脑子深处浮上来。苏问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伸手拍了拍他肩膀。行了，先散吧，回去洗一洗，睡一觉，明日再说正事。白檀也看了过来，声音冷冷的：今晚别硬撑。沈星宇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啊？白檀道：你昨晚被精神拉扯过，若旋强撑着不休息，容易梦到不该梦的东西。沈星宇嘴角抽了一下，你这到底算提醒还是吓我？白檀没答，只转身往柳家外院的方向走去。苏问在一旁笑了笑，他的意思是让你今晚少想点事，他就不能说的像个正常人一点吗？不能，苏问说的很干脆，你习惯就好。说完，他也摆了摆手，带着小燕往百川阁另一头去了。沈星宇站在原地看着三人背影散开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空落感，不是孤单，而是事情太多，脑子一时间转不过来，反倒有点发空。他慢慢走回百川宿舍，推门进屋，放下包袱，连外衣都懒得好好脱，整个人就往床上一倒。身体是累的，眼睛也酸，可真正麻烦的是脑子停不下来。云溪镇、破庙，那几碗蓝粉，瘦高男人胸口那道印，灵手抓着他衣袖说那些痛也是我的样子，还有三虎帮那个黑衣男人临走前那一句胡三爷记住你了。想到这里，沈星宇忍不住抬起手按了按眉心，这回真的是被人盯上了。他翻了个身，强迫自己闭眼，别想，先睡，先让脑子停一下。可闭上眼之后，思绪反而更乱了些。昨晚破庙里那股精神拉扯留下的后劲并没有完全散掉，那种感觉很难形容，像两个世界之间有一条线被人硬拉紧了，而他刚好就站在线中间，往哪边都不安稳。他明明很累，却迟迟睡不着。屋里很安静，静得连窗外远远传来的亘古声都显得格外清楚。沈星宇睁开眼，看着床帐顶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烦闷，不是怕，也不是单纯在想事情，更像心里有什么东西一直悬着，落不下来。同一时间，另一个世界里，现代凤城柳家资料中心，技术总监把刚整理好的波形资料放到桌上，抬手推了推眼镜，神情间带着一丝压不住的疲惫。小姐，从他离开云溪，重新进入凤城范围后，波形就稳下来了。柳明月站在主控荧幕前，视线落在那条明显回归平稳的波线上，指尖轻轻停了一下。他没有立刻说话，只是很慢地呼出一口气，那一口气里有他自己才知道的松。他回城了，而且看样子还活得好好的。技术总监见他不开口，又补了一句，这次回文很明显，比之前每一次回到凤城时都稳，像是……他想了想，斟酌用词，像是回到了某个熟悉的地方，心神自然会放松。柳明月听着这话，眼神轻轻一动，他其实也有一样的感觉，像某个人一路紧绷着走回来，终于把脚踩回熟悉的土地，连呼吸都放缓了。他垂下眼，看着那一段回稳的波线，心里只浮出一句话：你总算回去了。可就在下一瞬，
荧幕上的波形忽然轻轻一颤，不是警报，不是冲击，也不是那种令人头皮发麻的精神乱流，而是一种很细、很轻、很像有人在另一头敲了一下门的共振。技术总监立刻一惊：“小姐，那个波组又出现了！”柳明月抬眸，整个人微微前倾。那段波形并不乱，甚至很柔和。它不像破庙那晚那种被强行撬动的起伏，也不像御敌时那种剧烈翻涌。这一段很奇怪，平稳里带着一点轻微的靠近，像某个人的意识在极疲惫之后，不经意朝一个熟悉的方向偏了一下。技术总监还在判读，不是恶意，也不像残影，要不要先隔离？不用。柳明月抬手阻止。他盯着那道轻轻靠过来的波线，声音很低：“这不是冲击。”像他在想什么？技术总监愣住。想什么？柳明月没有回答，他只是安静地望着荧幕，好一会儿，慢慢把手放到荧幕边框上。那动作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，可他就是想靠近一点。他闭上眼，让自己的呼吸慢慢放平，连心跳都尽量压稳，然后在心里无声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回来就好。”没有声音，没有画面，资料室里依然只剩仪器运转的微响。可就在这一刻，荧幕上的波形竟微微一缓，像原本紧着的地方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，忽然松了。技术总监瞪大眼睛：“这同步了。”柳明月仍旧没有说话，只睁开眼看着那条波线一点点回到最稳的状态。他心里第一次非常清楚地意识到，他那边刚刚有一瞬是碰到了他的。百川宿舍里，沈星宇翻了个身，原本乱糟糟的思绪忽然就在某个瞬间安静了一下，很轻，像有谁站在远远的地方，没有说话，只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，不重，却莫名让人心口一松。他睁开眼，有些怔，那一瞬间的感觉太奇怪了，不是被安慰，也不像自己突然想开了什么，更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无声地对他说了句没事了。他愣了片刻，低低喃了一句：“谁啊？”屋里当然没人回答他，可他胸口那股一直压着的烦躁竟真的淡了一层。他长长吐出一口气，重新把眼睛闭上。这一回他睡得比预想中快，也睡得比前几夜都沉。第二天一早，沈星宇刚进百川大厅，就觉得气氛和往常又不一样了。桌上摊着云溪镇带回来的蓝粉样本，几张画下来的符文草图，灵手昨夜补上的口供，还有凤城南街与三虎帮地盘分布的旧资料。苏问坐在桌后，手里翻着一张纸，白檀则立在另一侧，正在看那个从瘦高男人胸口拓下来的模糊印记。沈星宇一进门，苏问就抬了抬下巴：“坐。”他刚坐下，苏问已经把那张符文草图推到中间。昨晚那东西把整件事往前推了一大截。白檀淡淡接道：“原本只当是三虎帮借碎灵散氏新药，现在看不只是药。”他抬手点了点那印记：“是有人借三虎帮这条线，再是雨。”沈星宇眉头一跳：“你们说的是雨，就是破庙里那种？”苏问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昨晚亲身碰过，应该比谁都清楚。那东西已经不只是迷药或幻觉。”沈星宇沉默了片刻，才低声道：“他会顺着人的痛往里面钻。”说出这句时，他自己都还有点发冷。白檀点头：“而你能在那种拉扯里守住自己的名字，已经不算普通人了。”沈星宇一听，整个人立刻警觉起来：“等等，这种时候你们通常不会先恭喜我，后面是不是还有坏消息？”苏问忍不住笑了：“有，恭喜你，你现在已经正式进了雨的视线。”沈星宇脸一下就垮了：“我可以退出吗？”“不能。”“申诉呢？”白檀面无表情：“太晚了。”沈星宇往椅背上一倒，整个人都写着生无可恋。这江湖是不是没有退路可以走？苏问把另一份资料推到他面前，那是昨晚回来后百川内线刚送来的几张凤城南街简图，上面圈出了三虎帮几个常走的码头、暗仓和赌坊，红笔标记尤其落在南街最深处的一片旧屋区。云溪镇只是市场，苏问道：“真正的线还是在凤城。”
三虎帮负责把货和人送进去，后头那个懂雨的才是我们真正要找的。白檀看向他，下一步，苏问手指一落，敲在南街那片区域上。回南街，从三虎帮自己的地盘里把这条线挖出来。沈星宇立刻抬头，我也去。你当然去。苏问语气轻松得很，你刻过百川的记号，也碰过那道印，云溪那头的东西若真在看，你现在已经算是挂了号的人。沈星宇半晌说不出话。出去一趟云溪镇而已，回来之后他的身份像一口气被叠了3层。三虎帮记住的人，与残影碰过的人，百川开始真正往前推的人，这已经不是什么新手不新手的问题了，这叫直接被拽进了江湖更深的地方。他沉默半天，最后只能干巴巴地说一句，我现在觉得昨天那头血牙猪还比较单纯。苏问笑出声，你终于开始懂了。白檀也看了他一眼，语气仍冷，却比先前多了一点实打实的认可。你既然已经被卷进来，就别再把自己当成跟班。这句话落下来，沈星宇怔了一下，他没有立刻回话，只是心里某个地方像被这句话轻轻敲了一下。是啊，从破庙走出来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已经不再只是个被人带着跑的新人了，他是真的一步一步踩进了这条路里。午后，现代凤城，柳明月坐在书房里，桌上摊着那张被他单独描出来的符号，一条线，底下3点。他看了很久，才轻轻把笔放下。昨夜那一瞬间的平缓共振，到现在仍让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那不是单方面的观测，更像一道很细很细的回应。他原本一直以为自己能做的只有看，只有等，只有盯着那些波形起落，可昨夜那一下却让他第一次产生了一个更清楚的念头，他不能只旁观，他得进去，至少要走进雨这条路里。助理站在门边，小心翼翼地问，小姐，资料室那边已经把昨夜的模型整理出来了，要先让他们比对吗？柳明月抬起眼，神情平静，语气却比平时更坚定。全部调过来，从今天开始，与残影、精神拉扯、意识共振，所有相关波动由我亲自看。助理一愣，您要自己研究？柳明月目光重新落回那个符号上，他那边都已经碰到了，我这边还只停在看着，太慢。助理张了张嘴，想劝又莫敢真劝。柳明月却已经站起身，拿起那本记录着各种波形的笔记，声音很淡，却没有半点迟疑。我要在这里先把第一套雨波的判准整理出来，至少下次他再遇到那种东西，我不能只能坐着等结果。他说这话时，眼里那点原本只用在家族生意上的冷静和锋利，第一次真正转向了另一个方向。那是一条他原本从未想过要踏进去的路，可现在他已经决定了。他那边若已经开始走进雨的视线，那他这边就不能再停在门外。第22章，南街的黑雾。清晨的凤城还没完全醒透，南街却已经有了人声。星宇跟着苏问、白檀一路往南走，越走街景越旧，屋檐越低，路也越窄。等真正踏进南街地界时，他下意识皱了皱眉。这地方的味道很怪，不是单纯的鱼腥，也不是烂菜叶堆久了的腐气，空气里混着酒味、灰味，还有一股像香灰泡浸着酒里发出来的怪甜，闻久了让人喉咙发堵。星宇忍不住偏头问，这地方平常都这么呛吗？白檀往前走着，神情冷淡。南街的人喜欢把香灰烧进酒里。星宇一愣，为食魔，说这样酒更烈，也更壮胆。星宇听得嘴角直抽，那不是更容易把脑子喝坏？苏问在旁边悠悠接了一句，所以南街天天闹事。再往里走，整个凤城的气味像都变了，墙面朝黑，门板发裂，酒铺前倒着昨晚还没完全醒的人，街角有起儿抱着膝盖缩成一团，几个彪形汉子守在铺子外头，正对一个小贩索要什么。有人在争吵，有人在骂，有人远远看着，却没有谁真想管。这里不像凤城其他地方，这里更像一口焖了太久的锅，表面只冒一点烟，底下早就熬得发黑。星宇低声说，
这地方看起来就很容易出事。苏问淡淡道：“越乱的地方，越藏得住东西。”白檀却忽然补了一句：“在这里看见小孩，别急着靠近。”星宇一怔：“什么意思啊？”白檀看都莫看他：“南街有些小孩不比大人干净。”星宇立刻闭嘴。他很快就发现这话一点都不是危言耸听。街边一个卖甜饼的大婶远远瞧见他们，笑得满脸热情，扬声招呼：“3位客官，来块糖饼吧，刚出炉的，甜得很。”他声音亲热，手脚也快，2步就从摊后绕了出来。星宇下意识想客气回绝，白檀却已经冷冷丢了一句：“不用。”那大婶脚步微微一踱，目光却没有立刻收回，反而在3人身上慢慢扫了一圈。刚才那点热情笑意还在脸上，眼神却明显变了，像在认人。他视线停在白檀脸上，笑嘻嘻道：“这位姑娘瞧着有点眼熟，像是北街那边的人。”白檀神色莫动，手却已经按上刀柄。苏问则像没听出里头那点试探，只懒洋洋地扫了一眼旁边的糖饼摊。大婶见他们不接话，脸上的笑慢慢淡了。“3位这一早来南街做什么呢？”这一句一出来，语气已经全变了。星宇后背一凉，终于明白过来，这哪里是卖饼的大婶，这分明就是盯在街口的眼睛。苏问低声道：“南街的摊子看着是做生意，很多其实都是3虎帮养的眼。”那大婶盯着他们，像在等答案。可等了2息，他目光忽然一转，落到星宇脸上，随即笑了出来。那笑里带着点说不出的怪异。“你就是那个血牙猪的小子吧？”星宇心里一跳，你们这消息也太快了吧！大婶嘴角一咧，声音压低了些：“胡三爷说了，叫你等他。”白檀的刀一下就松出半寸。苏问侧过身，微不可察地摇了下头，示意他先别动。大婶见状，竟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转回摊后，重新扬声卖饼，仿佛刚才那句话只是随口一提。可星宇心里那根线已经被扯紧了，他忍不住压低声音：“我才刚回凤城，连水都还没喝上一口，他怎么就知道了？”苏问语气很平：“江湖上出名从来不靠你自己想不想。”白檀则只吐出一句：“你现在已经算半个招牌了。”星宇脸色一黑：“这种招牌我一点都不想要。”3人继续往里走，没走多久，前头忽然炸开一阵骚动，有人在尖叫，有人在大喊让开，还有木盆摔在地上的碎裂声。人群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散了，7、8个行人朝街两边乱闪，连一匹拴在门口的骡子都惊得发出长嘶。白檀眼神一变，有东西冲进来了。话音刚落，一个满脸是血的瘦少年从街角跌跌撞撞地扑出来，没跑2步就扑倒在星宇脚边，声音抖得变了形：“救命！”他身后紧跟着2道黑影，猎猴犬。可又和星宇之前见过的不同，他们的皮毛发紫，皮下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，几处皮肤裂开，裂口边缘泛着一层不正常的淡蓝色。最诡异的是那双眼睛，本该猩红的兽瞳，如今竟染成了和破庙蓝粉一样的颜色，幽幽发亮，像2点被人点进去的冷火。星宇心头狠狠一沉，这是被那种粉沾过的。天机系统瞬间弹出警示：警告，目标猎猴犬异化体，污染来源蓝粉残留加余影余波，特征追逐情绪波动强者。星宇看得头皮一麻，他还会挑人？白檀已经拔刀，他一步踏前，刀光横斩，第一只猎猴犬刚扑起半截，脖梗便被他一刀斩断，身子打着滚撞进墙角，抽了2下就不动了。第2只被刀势扫中前腿，身体一偏，狠狠撞上石墙，发出一声刺耳怪叫。可他没有立刻死，反而借着撞墙的力道一扭头，那双幽蓝的眼睛直直盯住了星宇。那一瞬间，星宇后背整片发冷。他说不上为什么，就是觉得那东西看他的方式和普通怪物不一样，他像是嗅到了什么更深的东西。他盯我干嘛？话才出口，那猎猴犬已经再次扑了上来。这一次速度比正常猎猴犬快上一截，像整个身子都被什么东西往前狠狠推了一把。星宇只来得及抬手，
下意识护住喉咙，脑子却几乎是一片空白。就在这一瞬，他胸口猛地一震，不是疼，也不是惊，更像有一道极轻极快的意念，隔着很远的地方突然撞进来，狠狠敲了他一下。没有完整的字，却像一个极清楚的念头：躲开。星宇脑子被这一下打得一清，几乎是凭本能往右一滚。那猎猴犬扑了个空，利齿擦着他原本站的位置咬下，狠狠磕在石板边，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。下一瞬，白檀第二刀已到，寒光一闪，刀锋从喉下直灌上去，干净利落的断了那怪物的生机。猎猴犬抽搐两下，倒在地上不动了。街上一时鸦雀无声。那个先前跌在地上的少年缩成一团，惊魂未定的看着两具犬尸，几乎连哭都忘了。沈星宇坐在地上，还在大口喘气，脑子里却全是刚才那一下。太快了，也太真了，不是他自己正常能反应过来的速度。苏问走近两步，看了他一眼，眼神比平时深了些。你刚才怎么躲过去的？星宇抹了把汗，自己都还有点发懵。我不知道。他按了按心口，眉头皱得死紧，像有人突然在我脑子里敲了一下，让我滚开。白檀也看向他，语气很冷，却明显比平时更重视。不是你自己的反应。我知道。星宇低声道，就像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推了我一下。苏问没立刻接话，只低头看了一眼那只死去的猎猴犬。他那双蓝眼还没完全散色，瞳中残留着一种不该属于野兽的阴冷感。苏问眼底微沉，伸手用刀尖挑开他颈下毛皮，果然在皮肉底下看见一点极淡的蓝色痕。余影的污染更深了，他道。白檀皱眉，不止进城，还能沾到兽身上。星宇看着地上的怪物，喉头微动。所以他刚才盯着我，不是因为我跑得慢。白檀冷冷道，你身上的痕最明显。星宇，你这种时候就不用这么诚实了吧。他话音才落，旁边屋檐下忽然传来慢慢悠悠的鼓掌声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像看了一场还算满意的戏。三人同时转头，屋檐阴影底下，那个先前在回城路上拦过他们的黑衣男人正站在那里，手里抛着一颗果子，嘴角带笑，身后还跟着两个三虎帮的小弟。他看了看地上的犬尸，又看了看沈星宇，不错啊，百川的人手还是快。白檀刀尖轻抬，眼神冷得像冰。苏问往前半步，挡在最前面。你们三虎帮把蓝粉撒到兽身上。黑衣男人咬了口果子，语气随便的像在闲聊。人能是，兽自然也能是。星宇一听火就往上窜，这里是城里，你们疯了吗？把这种东西往怪物身上试，死的是街上的人。黑衣男人看向他，笑意反而更深了些。江湖里活得下来的才算人，活不下来的。他抬脚踢了踢地上一具犬尸，语气淡得发冷，和狗也差不了多少。沈星宇脸色一下变了，刚想再开口，白檀已经伸手把他拦住。苏问则直直看着对方，语气也一寸寸冷下来。你们三虎帮是真想把南街做成死地？黑衣男人把果核随手一抛，笑容终于淡了。苏问，话别说太满。你们百川会查账，会找线，这些我知道。可南街不是北街，这里不是你们说看就看，说碰就碰的地方。苏问平静道。可这地方现在也不只是你们三虎帮自己的事了。黑衣男人眼神一变，苏问抬手指了指地上那只猎猴犬。余影进了城，怪都开始沾粉，你还想把这说成只是你们帮里的生意？黑衣男人沉默了两息，忽然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一点说不出的音。你们百川总爱把手伸到不该伸的地方，早晚有一天会害死你们其中一个。他这话说得平平的，可说到最后，目光已经落到沈星宇身上，那一眼不重，却比刀还冷。沈星宇心脏猛地一缩。黑衣男人慢慢开口，我倒很想看看，会不会就是你。一股极不舒服的寒意沿着脊椎往上爬。他知道，这不是单纯嘴上放话，这人是真的在记他，也真的在等机会。
苏问却在这时抬手，极自然地把那道视线截断。看够了就滚！黑衣男人盯着他片刻，最后竟真笑了笑。急什么？今天只是来认个脸。说完，他带着2个手下退进巷中。临走前，他仍没忘回头丢下一句：虎三爷很期待，下次见你们的时候，南街是不是还能这么干净？人一走，街上的压力却莫立刻散开。好一会儿，沈星宇才慢慢呼出一口气，整个人像刚从水里爬起来。他真的想杀我？苏问语气很平：那倒未必，现在的你还不到让他亲自下手的时候。星宇看向他：你这是在安慰我？苏问抬了抬眉：不，我是在告诉你，你还没强到值得他亲自动。星宇，白檀倒是难得补了一句，但也快了。这话一出口，星宇整个人更不好了。回到百川阁时，天色已近傍晚。苏问让人把2具猎猴犬的尸体拖去后院，又亲自验了一遍那蓝色残痕。白檀则重新整理今日所见，从南街眼线到异化猎猴犬，再到黑衣男人的反应，全记进百川的暗册里。沈星宇站在一旁，看着桌上那具犬尸，心里的沉意一点点往下压。余影真的进城了，而且从今天起，他不只是躲在破庙与小镇角落里的怪东西，他开始沿着人和兽一步一步往凤城心口钻。苏问整理完最后一张记录，终于抬头看向他：有个好消息，有个坏消息。沈星宇直觉一沉：你先说哪个？坏的。苏问很干脆：那东西在南街看上你了。沈星宇眼角一抽：我就知道。好的呢？苏问唇角一勾：他看上你，代表你也离他更近了。星宇愣了2秒，这算哪门子好消息？白檀淡淡接道：你本来就是最好追的线，他沿着你看过来，我们也能沿着你摸回去。沈星宇整个人木住：所以我现在真的成诱饵了。苏问笑了一下：说的难听些是，说的好听些，你是最容易碰到核心的人。星宇瘫在椅子里，半天莫说出话。他出去一趟云溪，回来又走了一趟南街，短短几天，身上多了3层东西。三虎帮记住他，余影盯上他，百川把他当线头。他忽然很想问一句，自己到底是运气好，还是纯粹命苦？可想归想，他心里其实也清楚。从他在破庙里守住名字，从那东西第一次朝他伸手开始，他就已经退不回去了。这条路已经走进去了。另一个世界里，柳明月站在资料中心的主屏幕前，神色比平时更冷。技术总监刚把最新一段波形放大。小姐，这次和之前不太一样，这一段像是被明确盯住了。柳明月看着荧幕上那道极尖的波峰，眼底一沉。他很快就明白了，这不是与残影那种漫散的精神压迫，也不是乱流，这更像一道带着恶意的目光，直接点在了他身上。标记，他低声道。技术总监点头，而且对方很近，不像之前隔着那么多层。柳明月指尖慢慢收紧，他甚至能从那段波形里隐隐读出另一层东西。他那一瞬间的害怕，还有紧接着因为身边有人在慢慢稳下来的心绪，这2种情绪交叠在一起，让他心口微微一紧。他盯着那段波，过了很久才开口，把这组标成高危近距离敌意，还有凤城南街与三虎帮所有资料全部调出来。助理立刻应声。柳明月没有移开视线，只在心里很轻地说了一句：你那边若有人盯你，那我这边就先把他的影子找出来。而在他没有看见的另一端，夜色已经沉下来。凤城南街最深处的巷尾，有一团极淡的黑雾正缓慢沿着墙角游动，像在寻气，又像在找门。它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形体，却透着一种令人本能厌恶的冷。他在等，也在听。破庙里那股风吹进了城，余影沿着最乱的地方先钻进来，如今正一点点摸索着新的出口。而他已经嗅到了，这城里有一个人身上留着最清楚的痕。沈星宇。第23章与残影首次现身。夜里的凤城南街和白天像2个地方。白日时这里脏
乱、吵，酒铺门口有人骂，巷子深处有人堵，街角还有小贩硬撑着一点烟火气。可一入夜，那些声音却像被人一把掐住，忽然全收了。没有叫卖，没有争吵，连醉汉拍桌大笑的动静都淡得听不清，只剩一盏盏昏黄灯笼在风里轻轻摇晃。整条街像被什么东西压扁了一层，连空气都沉。苏问先停下脚步，他站在街中央，抬眼扫过两侧屋檐，眼神慢慢沉了下来。不对，白檀也皱了眉，这里太安静。沈星宇本来就跟得紧，一听这话，背后汗毛立刻起了一层。你们两个讲这种话，真的很容易让人紧张。苏问莫理他，只低声道：“听。”沈星宇下意识屏住呼吸，四周什么都没有。不对，也不能说什么都没有，是有一种空。声音不是小，而是像被什么东西从整条街里抽走了。风明明还在吹，灯笼明明还在晃，可那种平日里该有的细碎声响全都消失了。沈星宇后背顿时一麻，这跟破庙那晚很像。白檀立刻抽刀，刀锋出鞘时带起一声极轻的鸣颤，在这种死寂里格外清楚。苏问右手微抬，掌心隐约有一缕淡淡的雨痕浮出，像一线沉在光底下的纹。就在这时，前方巷口慢慢走出一个孩子，他看着不过8、9岁，穿着旧短衫，脸上有灰，头发也乱，若放在白日里，只像南街随处可见的野孩子。可他站在黑里，脚步轻的没有声，影子却被灯光拉得过长，长的像从他脚下另外长出一个东西。白檀当即低喝：“退！”沈星宇立刻后撤2步，心口猛地一紧。那孩子抬头冲他们笑了一下，笑容甜甜的，眼神却空得发冷。“哥哥，姐姐，你们在怕什么啊？”这句话一出口，三人神情同时变了。沈星宇喉头一紧，这句话他昨夜才听过，破庙里那些吃风的人就是这样问他的。苏问眼神一沉，声音极低：“不是昨晚那个。”白檀冷冷接了一句：“但用的是同一路子。”那孩子又笑了，嘴角往两边扯得有些不自然。风说：“你来了。”下一瞬，他眼里的黑白忽然退掉，整颗眼球都漫上一层幽蓝。沈星宇头皮瞬间炸开，靠，这根本不是小孩吧？白檀不再等，一刀横斩出去，刀光从巷口划过，极亮也极冷。那孩子身形却在刀锋落到的一瞬猛地散开，像烟被风一卷，整个人一下化成一团发黑的雾，贴着地面扭曲起来。黑雾里不断翻出模糊轮廓，一会儿像狗，一会儿像人，最后竟凝成一个半狗半人的怪形，四肢伏地，背脊隆起，头颅却还残留着几分孩童的比例，看一眼就让人心底发寒。白檀眼神彻底冷下去，刀势转沉，整个人往前半步：“退后，我来。”苏问却低喝一声：“他只是儿。”沈星宇心口一跳：“儿？那真正的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整条南街的灯笼同时一暗，不只是暗，像有一只手从高处压下，把每一盏灯都掐灭了。一瞬间，整条街只剩黑。沈星宇呼吸都停了一下，不是普通的黑夜，是那种会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忽然瞎掉的黑。四周的声音又被抽得更干净，连三人的呼吸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一半。然后他感觉到了，他来了，不是靠看见，是靠整条街的空气一起告诉他，有什么东西正从黑暗里抬起头往他们这边看。前方黑雾深处慢慢浮出一道人形轮廓，轮廓很高，也很模糊，像有人站在那里，又像只是无数细细碎碎的黑线勉强拼出一个人的样子。那些线不停地抖，不停地滑动，像在变，又像根本没有固定形状。白檀眯起眼，握刀的手微微收紧。“我看不清。”苏问的声音前所未有的沉，他本来就不是给人看清的东西，那东西没有脸，也没有眼睛，可沈星宇就是知道他在看自己，那不是被人盯住的感觉，更像有什么东西把他的头捧起来，强迫他把心里每一个角落都翻给他看。白檀厉声道：“星宇，别看他！”可来不及了。
不是星宇想看，是那东西在让他被看。下一瞬，沈星宇眼前猛地一晃，母亲在病床边硬撑着笑，前女友离开时的背影，公司加班到深夜的灯，一个人回到家，房间亮着，却安静的只剩冰箱声的那种空。那些他平常能压着不想的画面，被他一把翻了出来，像一张张甩到他眼前。沈星宇瞳孔骤缩，连呼吸都乱了。这些，苏问喝道：“他在挖你！”沈星宇猛地闭眼，可闭眼没有用，那些画面还在，一张张裂开，又一张张重叠，最后全被那团黑影拖进去。一道极冷、极轻的意念贴着他脑子里最痛的地方划过去：“你怕孤单。”这一句没有声音，可沈星宇整个胸口像被人重重按进冰水里，连腿都跟着一软，几乎站不稳。天机系统疯狂跳出警示：与残影直视，精神负荷急升，意念侵入，快速上升，紧急建议，立刻固定心念，可选锚点，名字、人、痛、未来。沈星宇死死咬住牙，却连思绪都快被那东西搅散。那道意念再次压下来：你怕没有人。这一下像一把准得可怕的刀，直接点在他最不愿被碰的地方。白檀见他神色不对，猛地踏前一步，刀锋怒斩而出。放开他！刀气横扫出去，把街边墙面都震出一道裂痕。可那团半形态与残影只是微微一散，像雾被刀劈开，下一刻又重新聚合。他根本没有实体。苏问眼底寒意骤起，右手雨痕一亮，沉声喝出一字：破！那一字落下，整条街像被看不见的重锤砸了一下，屋檐灰尘簌簌落下，黑雾里那道轮廓也猛地晃了晃，像真被敲裂一脚。可他没散，非但没散，反而把全部意念更清楚地压向了沈星宇。他选中了他。那一瞬间，沈星宇非常明白，这东西不是路过看他一眼，他是记住他了，并且正在衡量能不能从他身上挖出一个出口。一道更清楚的意念滑入他脑子里：你很适合。沈星宇心口发冷，艰难地挤出一句：适合什么？他没有回答，只从自己那团不断扭动的线影里慢慢探出一条极细的羽线，朝着沈星宇额心点了过来。那一瞬间，时间像被拉慢了，沈星宇连心跳都空了一拍。白檀刀已再起，苏问雨痕再亮，可那条羽线还是先一步，几乎要碰上他的额头。就在这时，嗡的一下，一股干净、明亮、极熟悉的意念猛地从很远的地方撞了进来，不阴冷，不混乱，也不带掠夺的意味。它像一道光，极短、极急，却准得惊人，直接敲在沈星宇快要散掉的意识上。没有完整的句子，只有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念头：醒着。沈星宇整个脑子像被这一下狠狠震回来，那些乱掉的画面一下退远，胸口那股快被压空的感觉也猛地缩回去。他几乎是本能的一偏头，那条羽线擦着他额角掠过，莫能真正扎进去。那团与残影像也被这一下挡得一毒。白檀抓住这一瞬的空档，一刀重劈地面，轰的一声，青石板裂开，裂痕一路往前炸出去，把那团黑雾逼得往后一散。苏问一把扯住沈星宇，声音沉得发冷：走！三人转身就退。身后那头半形态与残影没有立刻追上来，只停在原地，像在重新拼合，又像在看着沈星宇，把他刚才那一下被救回去的波动牢牢记下来。直到拐进下一条巷子前，沈星宇都还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一直粘在自己后颈上，像风一样绕着不散。一道极淡的意念最后一次贴着他的耳后划过去：你跑不掉。沈星宇腿都有点发软。同一时刻，现代凤城柳家资料中心里，警示音几乎响成一片。技术总监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起来：肖姐！精神侵蚀值爆冲。柳明月几乎是冲到荧幕前的，他一眼就看见那段波形乱得可怕，像有什么东西正从另一头往里撬开，一层层往他意识深处钻。不是普通与残影，技术总监脸色发白，这次是正面接触。柳明月指尖一下扣紧桌沿，
他甚至没来得及想，只觉得心口猛地一沉，危险，很危险。而就在这一瞬，他自己的心跳与呼吸几乎同时失控了一拍。荧幕上的波形也在这一刻忽然插入一道新的频率，干净、稳、明亮，直接撞进了那团混乱中。技术总监当场愣住：“肖姐，这条外部频率跟您刚才的脑波完全一致。”柳明月也怔住了。他其实什么都没做，他只是那一瞬间太清楚地感觉到对面的他正在往下掉，所以整个念头都本能地扑了过去。助理站在一旁，连呼吸都不敢重。小姐，刚才真的是你接上去了？柳明月没有立刻回答，他只是看着荧幕上那条因他而插进去的频率，看着他把沈星宇那段几乎快要崩掉的波形硬生生往回拉了一截，慢慢把人拽回正常线。过了几息，他才低声开口：“不是技术，是意念。”他终于确定了，他不是只能看着他，他是真的可以碰到他，哪怕只是很短很短的一下。他慢慢把手放到荧幕边上，指尖贴着冰冷的玻璃，胸口却跳得很快。你接到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回答他，可荧幕上的波线在回稳前，极轻地朝他这边偏了一下，像是一个无声的回应。南街深巷的黑暗里，那团半形态与残影久久没有散去。他没有脸，也没有嘴，可那片由无数羽线拼成的轮廓，此刻却慢慢往内收了一点，像某种不完整的东西，第一次真正生出了兴趣。他在记沈星宇刚才的反应，记那一道从另一个地方撞进来的意念，也记那种把他挡开的干净频率。他在学，也在模仿。极淡的一丝意念慢慢从那团黑雾里滑了出来，像风拂过墙缝。找到了，真正的出口。第24章黑夜的追猎令。凤城南街最深处有一间2层旧酒楼，白日里这地方和别处瞧着没什么不同。门前挂着褪色酒旗，里头卖最便宜的烧刀子，来往的多半是苦力、赌徒和一身腥气的码头汉子。可一到夜里，楼上楼下的客人散去，掌柜落栓，桌椅推开，真正的门才会露出来。酒楼地板底下藏着一间密室，那地方在南街有个名字，黑虎堂。三虎帮真正议事的地方就在这里。今夜黑虎堂里烛火压得很低，长桌两侧站了数十名骨干，个个低着头，没人敢多说一句。墙上挂着几把旧刀，刀身被火光映得发暗。空气里有酒味，也有血腥气，像这密室的墙砖早就被杀意泡透了。桌首的位置空着，那位置从来只属于一个人，虎三爷，南街的霸主，凤城黑市的半个主人。码头、暗仓、走私、赌坊、追债，凡是见不得光的买卖，多多少少都得看他一眼脸色。有人说他手底下200多号兄弟，死在他手上的人恐怕比南街老鼠洞里的鼠尸还多。门嘎吱一声被推开，昨日在南街露过面的黑衣男人走了进来，袖口那枚虎头刺绣在烛光下微微一闪，他脸上照旧挂着那种不冷不热的假笑，可一进门，两侧的人还是立刻让开了路。他走到桌首左侧站定，那是三虎帮里仅次于虎三爷的位置。三爷来了。话音落下，密室里所有人同时低头，齐声道：“三爷！”烛火轻轻一晃，后方暗门被推开，一道高大沉重的身影慢慢走了出来。男人肩背宽得像堵墙，身上披着件深色粗布外巾，脚步不快，却每一步都踩得人心里发沉。他半张脸被火光照亮，另一半沉在阴影里，左颊上有一道极长的刀疤，一直拖到下颚，叫人一眼就不敢再多看。他的眼里没有笑意，只有一种压得人不敢抬头的冷。虎三爷坐下，手指搭在桌沿，抬眼扫过众人，最后落到黑衣男人脸上，说：“黑衣男人立刻低头。百川阁的人进南街了。”这一句丢下去，整间密室的气氛瞬间紧了一层。云溪那头的破庙已经被他们拆了。黑衣男人继续道：“南街今日那2只试过蓝粉的猎猴犬也折在他们手里。”话音刚落，长桌两侧立刻炸出一阵压不住的骚动。百川敢踩进南街？北街那群人手伸太长了吧？
查账查到我们地盘来了。虎三爷莫出声，他只看着黑衣男人，眼神冷得像结霜的刀。云溪那个点怎么丢的？黑衣男人立刻跪下，属下失职。虎三爷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，一下，两下，密室里的杂音瞬间全停了。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，他语气不重，却叫人背脊发凉。我是问百川查到了哪里？黑衣男人额角冒汗，却不敢抬头。目前看，他们只追到破庙和蓝粉，还没摸到真正的源头。虎三爷眼神微沉，还没摸到，却把云溪拆了，还敢回南街？黑衣男人低声道：“他们带头的是苏问，旁边有柳家那把刀，白檀也在。”虎三爷不动声色地嗯了一声。苏问和白檀分量确实够，可黑衣男人说到这里，忽然停了停，才压低声音补上最后一句：“还有一个新人，沈星宇。”这名字一出口，黑虎堂里的空气像被往下压了一下。几个骨干互相看了一眼，眼神里都多了点不同的东西。最近这名字在南街不算陌生，血牙珠、云溪镇、破庙、南街猎猴犬，一路都带着这小子的影子。虎三爷敲桌的手指停住了。是星宇。黑衣男人点头，就是他。云溪的破庙是他留的百川记号。今天南街那两只猎猴犬，也是因为追他，才先撞上白檀的刀。虎三爷沉默了几息，那沉默越长，周围的人越不敢喘气。终于，他嘴角很慢地扯出一点笑，可那笑比不笑更叫人心寒。这小子倒是能惹事。黑衣男人抬眼试探着道：“三爷，要不要先做掉？”虎三爷看了他一眼，做掉。他忽然抬手，一巴掌拍在桌面上，砰的一声闷响，后木桌震得微微发颤，烛火一齐乱晃，桌上几只酒盏跟着震了一下，酒水洒出来，沿着木纹慢慢淌开，满是人头埋得更低。虎三爷站了起来，眼神冷得像要把人盯穿。百川我还给着脸，不想现在翻桌，可这个沈星宇，他声音压得极低，一字一字往下砸，碰了我们的雨，拆了我们的点，还让那东西记住了他。说到这里，他忽然笑了，那就不能让他再活得太自在了。黑衣男人心头一震，三爷，您的意思是？虎三爷看向墙上那个用黑漆写成的虎字，语气冷得不带半点情绪。不是杀令，是追猎令。这三个字一落，密室里所有人的呼吸都跟着一沉。追猎令不是普通的帮派追杀，那是把一个名字写进黑虎堂的名册里，从此无论他走到哪里，躲到哪里，和谁站在一起，都会有人盯着、咬着、拖着，直到他死。黑衣男人眼里掠过一丝兴奋，也有一丝忌惮。三爷要做到这一步？虎三爷低头慢慢擦了擦手上的酒，他碰了不该碰的，这是规矩。黑衣男人立刻起身，抽出腰间短刀，走到墙前，在那个虎字上缓缓画下两道交叉的刀痕。刀痕一落，名就入榜，这代表沈星宇列入追猎。黑虎堂里众人齐声低喝：“遵命！”火光跳了一下，像连烛影都沾上了杀意。百川阁，夜色刚压下来，苏问才回房不久，就听见外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房门被人敲得发响。苏主事。苏问放下手里的茶，进。门一推开，百川暗叹满头是汗，连气都没喘匀。不好了！苏问眉头一皱，说。暗叹压低声音，却还是掩不住那骨疾。三虎帮对沈星宇下了追猎令。屋里空气猛地一沉，苏问眼神一下冷了。确定？确定。暗叹点头。黑虎堂刚出的决议，整条南街已经悄悄传遍了。他们说那小子破了雨线，又被那东西记住，不能再留。苏问脸色沉得厉害。门外一声衣袂翻落，白檀已从院墙上跃下，推门进来。出什么事了？苏问看向他。三虎帮对星宇下了追猎令。白檀眼底瞬间一冷，整个人像被逼出了一层锐意。理由？碰了雨。苏问道。虎三爷把他视作变数了。
白檀沉默了一息，语气冷得没有半点起伏。那就守。苏问苦笑了一下，不只是守，是从今晚开始，这小子在凤城里已经算真正踩进江湖盘子中央了。白檀抬眸看着外头一片沉下去的夜色，声音极低：他会死。苏问没有否认，江湖里会被下追猎令的人本来就很难偿命。他顿了毒，又道：可他若真熬过去，往后也就不一样了。白檀没接这句，他只转身往外走。我去找他。百川宿舍里，沈星宇刚洗完澡，头发还有些湿，正打算上床，门外就被敲得震天响。星宇，开门！他吓了一跳，赶紧过去拉门。一开门，小燕脸白的像纸，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沈星宇被他这反应吓得心里一紧。知道什么？小燕上气不接下气。三虎帮对你下追猎令了。沈星宇愣了2秒。什么令？追猎令？小燕急得跺脚，就是江湖版的追杀榜，不是砍你一刀就算，是只要你不死，他们就不收手。沈星宇整个人僵在门边，好半天他才干巴巴挤出一句：我连江湖的正式门槛都还没踩稳吧。小燕捂住脸：你现在不是踩门槛，你是直接踩到阎王桌上了。沈星宇站在原地，脑子一片混乱。他拆个庙杀2只狗，被那团余影看了一眼，怎么就演变成江湖追杀了？这进度未免也太快了。他刚想再问一句，院外忽然传来一声极怪的摩擦声，嘶啊，像爪子抓在木头上，一下一下慢慢磨。小燕脸色瞬间更白。沈星宇后背一紧，什么声音？下一瞬，窗边咔啦一声，木框竟被什么东西从外头硬掰开一道缝，一只手缓缓从缝里伸了进来。那根本不是人的手，皮肤裂着，指节外翻，裂口里透着一丝丝蓝色光线，像有什么东西在血肉底下慢慢爬。沈星宇头皮当场炸开，靠，这也太快了吧！小燕差点尖叫。几乎同时，外头传来白檀冷得发力的声音：醒着的全都起来，三虎的人摸进来了。这话刚落，窗外那只手后头慢慢浮出一张扭曲的人脸，半边还勉强看得出是人，另外半边却像被什么东西腐蚀过，皮肉绽裂，蓝光沿着脸骨底下爬，连嘴角都扯出一个不属于活人的笑。他盯着沈星宇，声音像有人从喉咙里硬挤出来：你跑不了。沈星宇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我才刚洗好澡啊。同一时间，现代凤城柳家资料中心里警报忽然全亮，技术总监猛地站起来，声音都变了调：不好！柳明月刚走进门，就看见荧幕上一段生命波形正往下猛掉。怎么回事？他的生命波动突然跌了，技术总监额头都冒了汗，刚才还稳着，现在直接掉到了1半附近。柳明月脸色一下白了。外部讯号呢？技术总监手指飞快操作，有，而且不止一个。荧幕边角很快跳出几段极不稳定的频率，形状破碎、扭曲，和人类意识波完全不同。助理在旁边声音发抖：小姐，这些像非人的东西。柳明月指尖死死扣住桌沿，他这一刻几乎能直接感觉到另一头的他正在被什么东西逼近，那种又惊又乱，还带着本能求生的波动，一下下撞进他心口。他第一次这么清楚地觉得，他真的会死。不是推测，不是模型，是眼前这条线，只要再往下跌一截，另一端那个人就可能真的回不来了。他盯着荧幕，声音低得发紧：全部锁定。从现在开始，他那边每一个靠近他的异常频率都单独拉出来。技术总监立刻应声，却连自己手都在抖。柳明月望着那条还在起伏不定的线，心口像被什么东西一寸寸攥紧。他已经没办法再把自己当成站在屏幕外的人了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另一头那个人此刻正在一盏孤灯下被什么东西盯着，要命的正，而他只能看。这种无力感第一次压得他连呼吸都觉得痛。第25章百川守夜。凤城的夜本不算安宁，远街有醉汉拍桌，
巷尾有野狗争食，偶尔还能听见谁家屋顶落下一块瓦的闷响。可今晚的百川阁却安静的过了头，那种安静不是平和，是像整座院子都知道夜里会来什么东西，所以连风都收敛了声音。沈星宇被白檀从房里拖出来时，头发还乱着，人也只醒了一半。什么？怎么了？白檀松手，冷声道：“三虎帮开始围百川了。”这一句像冰水兜头泼下，沈星宇瞬间清醒大半。什么？围百川？苏问也在这时从前院走了进来，脸上的懒散神色已淡了大半，眼底沉得很。不是来讲规矩，也不是来下帖子，是来杀人。沈星宇喉头一紧，他们敢在百川动手？苏问看他一眼，语气平平：只要人不真正踏进百川的门，他们就还算守着戒。站在墙外、屋上、巷口，逼你自己走出去，这在江湖里算不上破戒。沈星宇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这规矩是谁定的？白檀语气淡淡：定规矩的人当年刀比较快。沈星宇噎了一下，半天说不出话。苏问抬手指了指外头沉下去的夜色：今晚他们未必急着直接杀你，更可能是逼你乱，逼你怕，逼你自己往外跑。你一旦乱了，与残影就会比他们更快下手。这话一出，沈星宇后背立刻起了一层冷汗。他现在最怕的已经不只是三虎帮的人刀子快不快，而是那团没有形的东西。白檀看着他，声音仍冷，却比平时更稳：今晚你不能跑，也不能乱。沈星宇苦着脸：我现在最擅长的就是想跑。苏问拍了拍他肩：那就学着站住。百川守夜不是为了看你吓死自己。这一句落下来，沈星宇心里微微一震。他忽然很清楚地意识到，今晚自己不是被丢出去的饵，百川是真的在守他。百川阁外整条街的灯都暗了，不是自然熄的，像是有人一盏一盏的掐掉，只留下远处亘古声偶尔传来，叫这片静更显得瘆人。屋脊、墙头、巷口全站着人，10几道黑影分散在夜色里，个个收敛呼吸，一动不动。若不是那股藏不住的杀气压在空气里，乍看甚至像一群钉在屋上的影子。他们不是普通帮众，是三虎帮真正做追猎的人。南街那个黑衣男人就站在对面屋檐上，袖口那枚虎头在月色下若隐若现。他低头看着百川阁的院门，忽然轻轻吹了声口哨。沈星宇，那声音贴着夜风飘进来，像蛇从门缝底下慢慢爬过。星宇站在檐下，听得整个后颈都凉了。他能不能不要这样叫我名字？白檀目光不离外头，只道：今晚你别露面。星宇一愣：那我躲哪？苏问接话：躲不了。星宇更愣：你刚刚不是说不能露面？苏问淡淡道：不露面和不在这里是两回事。你今晚得待在百川，这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。沈星宇听得脑子有点打结，可大致也明白了，三虎帮要的是他慌、乱、逃。他若真的冲出去，反倒顺了对方的意。院外，黑衣男人又慢悠悠的开口：小子，你知道追猎令是什么意思吗？沈星宇本能的绷住。那人笑了笑，声音比夜还阴：就是你往后每喘一口气，都会有人记着，直到哪一口变成最后一口。这种话若换个人口里说出来，也许只像放狠话，可从他嘴里吐出来，却真有种慢慢勒紧脖子的味道。沈星宇手心都湿了。苏问站在他旁边，像是默听出那话里的杀意，只懒懒道：别怕，他现在只是你。白檀补了一句：是你胆子碎莫碎。沈星宇小声道：那我现在承认自己胆子不大，算不算诚实？苏问与白檀同时道：不算。话音刚落，院里的风忽然变了，不是大了，是空了。灯火猛地往下一缩，窗纸也跟着轻轻一颤，整座百川阁巷忽然被一只无形的手按住，连空气都开始发冷。白檀瞬间拔刀：来了！苏问掌心雨痕一亮，声音低沉：守阵。沈星宇脑中也在同时跳出天机警示：警告，与残影接近。
距离持续缩短，状态、精神压迫开始形成。沈星宇看得眼皮直跳，又来！下一刻，百川院中的所有影子忽然朝同一个方向聚去，眼角的、树下的、石阶边的、门槛底的，全像被什么东西往中央扯。那情景诡异的让人心口发寒，像整个院子中央忽然张开了一口黑井，把四周所有阴影都一丝丝吸了过去。然后那东西出现了，比南街那一夜更近，也更清楚。那不是完整的人形，却已经能勉强看出站着的轮廓。无数细细的羽线彼此纠缠、拖曳、抖动，在夜里慢慢拼成一个半成型的影。没有五官，没有皮肉，只有一张像是快要长出来，却始终长不稳的脸。白檀刀意猛然乍起，整个人站到最前。你想要他，先过我。那团羽残影没有理他，他只是将所有散动的线慢慢朝沈星宇那边偏了过去。星宇只觉得后背汗毛一根根立起来，这东西今晚不是来试探的，他是来拿他的。苏问沉声道：星宇，别让他碰你。沈星宇死死盯着那东西，声音都有点发前。他又要挖我。白檀冷声，他今晚想进的更深。话音刚落，那些黑色羽线已如无数细蛇一般，沿着地砖、门槛与墙根往里穿，不是爬，也不是扑，而是直接渗，像影子比影子更薄，连刀器与门板都拦不住。白檀一刀斩下，刀光裂空，却仍像砍进雾里，只把那团黑影短暂震散一瞬。苏问掌心一翻，一道极沉的雨压了下去，硬生生将院中一半影线定住。可那东西并没有退，他还是看着沈星宇，或者说他根本就只看着沈星宇。一道意念极冷极慢地压进他心口。你怕？沈星宇头皮发麻。废话，我当然怕。可他嘴上喊着怕，脚却真默往后再退。苏问立即喝道：守住心！白檀也低声厉喝：别让他翻进去。同一时刻，天机系统在他眼前迅速展开，简易意识防御启动，请立刻选择锚点。名字：某个人。痛。未来。这一次沈星宇几乎没有犹豫，那团羽残影已经探出最细的一缕线，直直朝他额心点了过来。那东西所过之处，空气像都冷了一层。沈星宇猛地攥紧拳，在心里狠狠按下那个答案：某个人。而下一瞬浮上来的根本不是母亲，不是百川，也不是他自己，是柳明月。不是他说过的哪一句话，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画面，只是他站在资料荧幕前，那种明明隔着很远，却一直在看着他的感觉。也是上一次他快被拉走时，那一记干净利落把他整个人敲醒的意念。沈星宇猛地抬起头，几乎是从胸口里吼了出来：我不是一个人。那一缕羽线刚碰到他额心，竟像撞上了什么看不见的墙，整个一颤，反被弹开半寸。院中所有人都怔了一瞬，连那团羽残影都像被镇住了。他那张不完整的脸第一次真正朝前倾了一点，像在确认刚才发生了什么。苏问眼神一变，白檀也猛地回头看了沈星宇一眼：你挡住了。沈星宇自己也在喘，额角全是汗，却能明显感觉到刚才那一下自己不是被救，是自己真的往前顶了一步。苏问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怕惊动什么。他用连着另一个人的意念把他弹开了。这一句才落，那团羽残影的线忽然全乱了一下，像有什么东西被他察觉到了。他缓缓转向沈星宇，这一次吐出的意念比之前清楚得多，也冷得多。那个人。沈星宇心口一缩：你知道我在想谁？羽残影没有答，只是那张线构成的脸微微颤了一下，像在笑。他阻我。这4个字一出，苏问和白檀脸色同时变了。苏问猛地喝道：别再让他往下看。白檀刀光骤起，整个人如一线寒雷般斩了出去。这一刀不再只是试探，而是将自己整身刀意全压进去，硬生生把那团半形态余影从中劈开了一道裂口。苏问同步起势，雨声沉下。呼！百川院中的
护阵应声亮起，金光沿着地砖一圈圈浮出，把整个前院死死扣住。那团与残影被两重力量同时逼住，轮廓终于第一次出现真正的破碎。可他仍未立刻散，他停在原地，像在记沈星宇，也记他刚才连过去的那个人。最后，一道极淡、极冷的意念慢慢落下：我会找到他。这一句比刚才所有压迫都更叫人心里发寒。白檀眼底杀意骤起，刀锋一震，整个人第一次真有了怒意。你敢！他刀势再落，苏问也同时将雨阵整个往前压下。那团半形态余影终于再撑不住，轮廓猛地崩散成大片黑雾，像被狂风吹开，瞬间退向院外。院子一下静了，可那种静不是安全，是风暴刚刚过去后连人心都还没跟上的那种空白。院外屋顶上，黑衣男人本来还带着看戏似的笑，可当与残影真正退去时，他眼底也闪过了一丝极淡的意外。被挡了。他身后那几个追猎者也跟着后退了半步。他们原以为这一夜只是来等沈星宇被余影拖走，可现在看来，那小子不但没被拖下去，还让那东西在最后一句里明明白白露了破绽。黑衣男人盯着百川院墙的方向，忽然低低笑了一声：有意思，原来你身上真有弱点。他没再久留，抬手一挥，带着人退入夜色之中。余影既退，第一波就算完了，再硬耗下去也只会白白折人。另一个世界里，柳家资料中心的警报亮得刺眼，技术总监几乎是喊出来的：小姐，星宇那边遭到正面入侵。柳明月已经站起身，整个人快步逼近主屏幕。荧幕上的波形乱得可怕，像有什么东西正一层层撬开他的意识。可就在下一瞬，另一条极强烈、极干净的波猛地撞了进去，把那团失控的线硬生生顶住。技术总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条外部频率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和您完全一致。柳明月正在原地，他刚才其实什么都没想，只是那一瞬太清楚地感觉到他又在痛，痛得比之前哪一次都要深，所以整个意念几乎是本能地朝他那边撞了过去。助理声音发颤：小姐，您刚才强行同步上去了。柳明月指尖微微收紧，眼睫也跟着颤了一下。我只是……他顿了读，声音很低，觉得他快撑不住了。可荧幕上的波形骗不了人，就在他那道意念撞进去的瞬间，另一头沈星宇的整段精神波形被硬生生从崩散边缘拉了回来。他真的碰到他了，而且救了他一次。这个认知落进心里时，柳明月竟第一次有种很近很近的感觉，像他不是隔在另一个世界，像那道线只要再稳一点，他就能真正把手伸过去。他缓缓坐下，仍盯着荧幕，半晌才轻声道：他刚才是在想我吗？没人敢接这句，只有荧幕上的波形在彻底回稳前，极轻极轻地朝他偏了一下。百川院中，沈星宇还坐在石阶边，心跳快得像刚跑完一整条街。白檀在旁边擦刀，语气一如既往的冷：他不会放过你，也不会放过你心里那条线。苏问则坐在屋檐下，重新端起了茶，语气倒是比刚才缓和了一些。但今晚你不是被他压着跑，你第一次真的把他挡回去了。沈星宇低着头，半天才哑声道：可他说要找他。苏问看着他，眼神难得不带戏谑。那就说明你今晚那一下正好打中了他最在意的地方。他开始知道你不是一个单独能拆开的人。白檀也淡淡接道：这比只靠怕死撑住难得多。沈星宇沉默了很久，他从没想过有一天柳明月会成为自己最稳的意念锚，更没想过自己第一次真正顶回余影，不是因为不想死，而是因为那一瞬他很清楚地知道他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。夜风从百川屋脊上掠过，院里重新有了声音，远处传来狗叫，更鼓也敲了下一巡。沈星宇慢慢把手握紧，今晚之后他终于有件事想明白了，他不能一直靠别人护着，无论是百川还是那道隔着世界也能撞进来的意念。若他继续只做那个被追、被护、被拉回来的人，
那早晚有一天会来不及。他抬起头，声音还有些哑，却是今晚第一次说的这么稳。我得变强。苏问看着他，终于笑了。这句话现在才像样。白檀收刀入鞘，淡淡道：“从明天开始，训练加倍。”沈星宇，我就知道。可这一次，他莫再抱怨的太真心，因为他自己也知道，从今晚起，他不再只是求生，他已经开始学着反击。